何蔡老师，听说是你激怒了任小年，我只是在跟他说了个道理啊。他有没有跟你说，我给你钱，是让你跟别人讲道理，不是跟我讲道理？有没有说？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呢？我怕他们万一一会儿来找我呢。找你干嘛？让你去陈述一下事情的原委啊？那您觉得会怎么样？走人。会让罗宾走人啊？让你走人。怎么样？没事吧？有事儿啊？什么事儿？好事儿。你跟我来。我这儿有几份合同，你认真看一下，还有胜利那边，你也跟进一下。好，还有事儿吗？我没事儿了。但我就是想问，问什么赶紧问，我马上就要下班了。任小年那边没事了吧？以后你给客户讲道理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多考虑一下对方是否有接受不同意见的能力。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他能发那么大的火。我记得以前谁跟我说他会读心术，我当时并没有启动我的读心术。为什么呢？我你太急于讲道理了，这不好。有的时候人需要先听对方的道理。那我跟他道个歉吧。他不需要你的道歉，那他要什么呀？这不是你需要知道的。丽娜请假了，把我办公室收拾一下，水杯、咖啡杯都洗好放好。最后走的时候记得把门也关好。好，我知道了。齐老板挺欣赏你啊，他女儿也挺喜欢你的。我没见过他女儿啊。怎么没见过？你送合同去的时候谁接待的你？齐老板秘书啊？那就是他女儿。哦，是吗？我都没看出来，他女儿挺朴素的，也挺谦和的。感觉怎么样？我有女朋友了。啊？还没听你说起过呀？我们就是没有公开。为什么？我们俩以前是大学同学，中间有很多人认识。他怕公开以后会有人来打听我们的事儿。他是一个不喜欢被人打扰的人。他现在从事什么职业呀？也在律所实习呢。实习多久了？啊，刚实习没多久。在哪个律所呀？不会是全景吧？我们律所有条不成文的规矩，绝对不能和与咱们存在竞争关系的律所员工婚恋。我没什么事儿，去吧。哎，等一下！哎，等一下！主任。笔。你去哪儿？回家。家在哪里啊？望京。我捎你吧。不了，主任，我肚子有点饿了，我准备去吃口东西。哎，刚好我也肚子饿了，你叫上你女朋友，我请。别了，主任，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俩最近闹分手呢，准备今晚上吃散伙饭了。你刚才没说呀？我没好意思跟您说。要真像我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人家齐老板的前妻，也是刚和男朋友分手。嘿。哎呦，这么着急下班啊？准明天见。哎，好，明儿见。您慢走。听我跟你解释，
我是以前不知道，我是现在才知道的。我们所老大跟你所老大有仇。那跟你假装不认识我有什么关系吗？如果他知道你是我女朋友，还知道你在全景工作，他肯定接受不了。那你就打算一直瞒着他了？我没有，我准备攒一点资源就换锁。我不是怕怕这事儿传到了咱明耳朵里吗？哎，咱俩的事你没跟别人说吧？就算我跟别人说了，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否认啊，你可以说是我自作多情，或者说我们已经分手了。对了，你刚才跟廖佳敏就是这么说的。你说你跟女朋友是去吃散伙饭的，那我们就假戏真做。别，你干嘛呀？哦，当时我说我饿了，他说他也饿了，他是我老板，难道我跟他说哦对不起，我不想跟你吃，那我能对？你就说你跟你女朋友吃饭又怎么了嘛？他知道我跟你吃饭，你没听他说吗？他请，还让我把你给叫上吗？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给你丢人了，对不对？你哪儿给我丢人了？你太给我长脸了。但关键是你不是罗宾的助理吗？你知道他有多恨罗宾吗？罗宾抢过他的客户，还搅黄过他的官司。不是，你想清楚了，他到底是跟罗宾有仇，还是跟我们律所老大有仇？都有，而且还不是一个仇，跟你们律所老大那是情仇。情仇？节目开始前，来为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要告诉您的是，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是多云转阴，南川北风2级。你好，请问你有预约吗？我找一下罗宾。哦，他还没来。我是他姐，青姐。哎，黛西，哎，过来一下。你先走。这位是黛西，罗宾律师的助理。你好，你好。我是罗宾的姐姐，我找他有急事儿，我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他都不回。哦，罗律师呢？他今天开庭，所以说可能没有办法接电话。那就找不到他了是吗？如果您有什么事儿的话，您可以跟我说。好啊，那我们这边请。好，谢谢啊，谢谢。昨天晚上回家，我们头让我们在群里面马上发当月的营业额，我在带孩子没听见呢，所以我就没发。今天早上一大早，我们单位的人事部就让我办辞退手续。辞退啊？对呀，而且不给任何赔偿。我陪你去找他们。你陪我去？我去给你们领导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劳动法，他这叫违法解除合同。如果我们告到劳动局，不仅要罚他，而且还要给你赔偿。真的吗？真的。那我们走吧。啊。根据劳动法第3条，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下班期间，职工理应得到充分的休息。用人单位应该尊重职工的休息权，不得随意侵占职工的休息时间。背得可真流利，一字不差。所以理论上，职工是有权拒绝用人单位在下班时间发布的工作指令的。那要不这样吧，你们去告吧，我是不会因为你能背2句法律条文就认怂的。行，那我们走吧。慢走不送。我给您提示一下风险啊，这个事儿我们可是会去劳动仲裁的。赶紧去，快去！去了你就知道什么叫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解释权听说过吗？知道什么叫解释权吗？顾名思义，就是谁有权谁解释。你小破丫头无权无势，还跟我这普及劳动法？我还告诉你了，我们跟劳动仲裁很熟的，要不要我打个电话帮你们约一下呀？还休息权？您要不要打算再多说2句啊？我打算给您发到网上去，您肯定会红的。你这叫非法录音！我录音一点都不非法，但是您非法开除员工，这的确是违反了劳动法。你要是敢把我的录音发到网上，我就去告你。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就擅自录音。您当然有这个权利了，但是我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你们老板好像是一个特别注重声誉的人吧？如果我把这个录音发到极客的职场那些事上，会对你们的公司、对你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你的老板会不会觉得有你这样一个人事经理特别的丢人现眼呢？保安，你看啊，我这手指稍微一动，我可就发上去了。经理，您需要我做什么？经理，我这手机录音还开着呢，您要不要再多说2句啊？没什么，你送他们出去吧。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我们自己走就行。谢谢你，经理啊。谢谢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给他点时间。哦，实在不行，我们还有仲裁呢，对不对？哎呦，哎，他来电话了。哎，待会儿，开免提。好。喂，罗琦呀，其实咱们不至于，你的辞职报告不是也没交吗？咱们就接着上班吧，啊？你也别太计较了，你进来咱们再谈谈，这点事儿不至于。我在办公室等你啊。好的，哎。罗琦姐，你可想好了，到底要不要在这儿上班？如果你决定不在这儿上班，待会儿咱们就上去问他要一大笔赔偿。如果你决定要留下来的话，他们可有的是招去恶心你，让你不舒服，你自己做决定哦。我听你的。黛西，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罗宾找你，他回来了，早就回来了。那行，我一会儿过去。现在就去，态度好一点。解决了就行。姐，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八卦？他就是我的助理，纯助理。行，没什么事，我挂了啊。今天让你去被执行人的住所排查线索，排查的怎么样了？我还没去。为什么没去？今天你姐姐来律所找你，她遇到了一件很……我姐姐是你的客户还是我的客户？她是你姐姐，她今天差点就被辞退。我问的是，她是你的客户还是我的客户，还是律所的客户？你为什么就没有耐心听一听她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和你有关系，有的问题和你没有关系。难道说你都能管得过来吗？你以为你是千手观音啊？可她是你姐姐，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的客户需要我们帮忙执行欠款，再拖下去，他们的项目就会流产，公司就会倒闭，生活就会天翻地覆。而你在做什么呢？你在管闲事儿。你为什么就……我不问，我只问你的工作。你应该去被执行人的住所排查线索，应该去他的公司补充线索，确定了线索之后，再去法院提交证据，申请执行，还要申请限制被执行人的高消费，申请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名单，这是你应该做的事儿，而不是去跟一个什么破人事经理斗智斗勇，浪费时间普及劳动法。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你还站这儿干什么？去啊！原本罗宾本来是要升高级合伙人的，但是因为任小年的事儿，吹了。任小年的事儿，任小年和咱们律所解约了，还带走了所有跟他有关的客户。那些客户他为什么要听任小年的呀？利益呗，任小年或者是投资，或者是持有股份。那我走好了。哎，你别傻了。再说你现在走也来不及了。任小年已经签约新的律所了。是龙科吗？
听说罗宾跟他新来的一个助理关系不一般。啊？是吗？那姑娘叫黛西，啊，全律所都不知道她的来历。罗宾就特别信任她，去哪儿都带着她。据说就是为了她才跟我爸翻脸的。是吗？嗯。来。哎，大家可都在传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啊！你不用每件事都向我汇报，我不是在向你汇报。那我理解错了，你在传八卦。我是提醒你要注意影响。什么影响？你看啊，你罗宾向来是以冷静理智著称的，怎么会为了一个没来几天的女助理就跟客户翻脸呢？你是说这件事情超越了你的理解范畴、认知能力？我能理解，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呢？但是我不赞同。我赞同。你赞同什么？我赞同，你不赞同啊？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是赞同我的意思，还是不赞同我的意思啊？这都理解不了。哎，我跟你说，我最讨厌你这种笑了。是吗？那你喜欢哪种笑？你给我示范一下。示范一下，我一定见贤思齐，从善如流。你嘲笑我？没有。那你又笑什么？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何塞，可能这跟我从小的教育。什么教育？我这么认真的跟你谈话，你就跟我嬉皮笑脸的？不，我是说咱俩接受的教育可能不太一样。你接受的什么教育？友善待人，时常微笑。OK， 我尊重你。既然你不喜欢这种笑，怎么了？那个，走这边，这边去资料室借。何老师，刚才为什么不看我？何老师，您昨天问他的好像是，为什么看着您？我这么可笑吗？没有啊。那你笑什么？我这是在表达我的善意。我提醒你啊，不管是谁在这做助理，给哪位律师做助理，他将来是否可以留在我们律所，我是有发言权和否决权的。懂了，谢谢您的提醒。你别觉得有罗宾罩着你，你就可以目空无人啊！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罗宾在哪儿发现的你啊？到我们这儿来当助理是要填履历表的，我为什么没看到你的履历表？你哪个学校的？你们老师是谁？何塞老师，干嘛？司法考试一共14门课程，法理学、法制史、宪法、国际法、国际司法、国际贸易法、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任何一门课程，任何一部法，您随便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文。
1989年4月4日，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根据2014年11月1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1次修正。根据2017年6月27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2次修正。第1条，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1135年，意大利北部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的发现揭开了序幕。意大利波罗亚大学最先开始了研究，他们采用注释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被称为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评论法学派的形成于14世纪的意大利，该学派的宗旨是致力于罗马法和中世纪西欧社会司法实践的结合，以改造落后的封建地方习惯法，使罗马法的研究和适用有了新的发展。司法一词的来历，中国古代并无司法这一概念。司法一词是我国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的，仿大陆法系德日制度。司法权及审判权虽然审检合属，但是检察部门受专门负责司法行政的法部领导。你行了，你能像黛西这样吗？找差距。还有你，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现在复习也行。何塞老师，前台有您的快递。你跟何塞怎么了？他不喜欢我的笑容，而我又实在没有办法让他笑得满意。他到行政那边投诉，说以后要由他管理所有的助理律师和实习律师，谁都不能例外。黛西除外，我跟封印说好的。这个黛西到底是什么来路啊？你怎么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为了他得罪了任小年啊。是任小年得罪我。他自以为自己很有钱，可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不需要服务这种客户，我有这个权利。这个黛西真的没有任何背景。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就像现在这样，笑而不语。把这个送到资料室，顺便把他叫过来。什么呀？游戏设备，这么多啊！陆斌找你。啊，好，我先走了啊。别惦记了，人家不归你惦记，知道不？为什么呀？他是有男朋友，还是你喜欢他呀？你是怎么通过司法考试的？我是高考状元，我每年都拿1等奖学金呢。那你说说看，如果有人为了他跟律所最大最慷慨的客户翻脸，我也会翻脸。任小年他就一混蛋。你果然脑路清奇啊！他之前是何塞的客户，你知道吗？他每次来到何塞办公室以后的事，你好，求你了，我错了。咱俩换个话题行吗？为什么要换啊？因为只要你骂起任小年来，你肯定没完没了的，控制不住你自己，一直骂。行，那换什么？我先想想啊。何塞找你啊！快来！别摔了啊！摔了我今天我就练不上了。慢点，装上。
来，再来。总打削球欺负我啊，全是在旋转的。有进步啊，有进步也打不过你。我跟你说啊，以后机器会代替人类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你们法律工作。有了法律机器人以后，想打官司，把双方的诉讼证据全部交上去，这机器人法官就会在网上把这个案情的结果公之于众，结案了。所以说，机器是最公正的，也最无情，最适合你们法律工作呀。不，你错了，最不适合。不适合吗？不适合，对。情理法，情理法，对，人是有感情的哈，所以是情在理前面。没错。其实大家如果说都讲道理，是很容易讲得清的，就怕掺杂了这个情绪的道理，就复杂了。没错，就像我跟你姐一样呗。没错。你跟我姐，我亲爱的姐，最近她一直跟我唠叨，说如果不是剖腹产，她应该是我妹妹，我应该是她哥哥，我得让着她。哎呦，这么多年你怎么两个还争这事儿呢？这事儿我有发言权，我做了深刻的研究啊。这双胞胎剖腹产的顺序，它跟顺产是一致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医生这接生婴儿的时候，它是随机的，哪个顺手他先接哪个，所以谁是老大不是你们两个说的算，是人家医生说的算，他是老大，知道吗？不是你今天怎么突然有时间约我打球了？好久没见你了，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让人骗了？哎，我不是傻子，我怎么总让人骗呢？你长得挺像让人骗的。没有，没有。我告诉你，别傻乐，有什么事儿的话，别憋在自己心里，找我。哦，最近见姐了吗？没有。不过前一天到我律所来了一趟，刚巧我没在。啊，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应该没有吧，好像说是单位出了点什么事儿，应该已经解决了。哦，怎么了？我好久没见小安了，我每次问他，他就跟我说他带小安去旅行了。那我问问他。不需要。我都问过了，问了他朋友，他没旅行去。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呀？他警告我说，没有他的允许，我不能去找他。找他的话，他就可以禁止我去见小安。他没这个权利。他有这权利。他说了，他认识全中国最好的律师。他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如果一个律师不让一个父亲去见自己的孩子，这个律师根本就不是最好的律师。你怀疑我？我没有。你有。我没。你有。你的助手告诉他了，如果我有任何精神类的疾病，或是有可能影响小安身心健康的疾病，他都可以让法院酌情去处理这事儿，有可能就不让我见小安了。你干嘛？不是你别给他打，我不想得罪他。我给我助理打。电话。你看。喂。是你给我姐出的主意啊？您说哪一个呀？我给您姐出了好多主意呢。就是你最得意的那个。啊，你是说那个阻止渣男前夫见孩子那主意是吧？不用谢，客气，应该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谁让你这么做的？你姐让我这么做的呀。她说她不想见渣男前夫啊。你听好啊，你是我的助理，以后没有我的允许，没有我的同意，不准你以我助理的身份给任何人出任何主意，听清楚了吗？哎，小心点啊！喂，喂，看一下。喂。基玉，你应该相信我，我没有让我的助理
去给我解除。我相信你，相信。对不起啊，什么对不起啊？应该是我跟你说对不起。其实想想这事儿吧，我也能理解你姐，能理解的，能理解。那我想请问，你成天能理解这个，能理解那个，那你是想见小安还是不想？我想见小安，我很想，我做梦都想，我想，我知道你姐什么脾气，我不想得罪她，我不想惹毛她。其实我就想了解这事儿啊，抑郁症这病能不能影响孩子？会不会影响他的身心健康？如果真的影响他，我可以考虑我不见小安，我能做到。明后天我去找罗琦，我跟他谈谈，好吧？别想那么多了，以后有时间给我打电话，我陪你来多打打球，没事的。你不说了吗？我被人骗的时候才能找你。还正常。罗宾他绝对不可能是这种人。虽然我认识他的时间没你长，可是我对人基本的判断还是有的。你以为他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吗？我跟你说，他所有的客户都特别有钱，而且是特别的有钱。那也不能说明他唯利是图吧？不，你今儿怎么了？你干嘛老替他说话呀？你以前不是特恨这种人吗？我现在也特别恨这种人，但是罗宾他真的不是这种人。如果他是这种人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任小年翻脸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知道，这不符合他的逻辑。因为任小年他缺乏对法律、对规则最起码的敬畏。我先跟你说清楚了啊，任小年现在可是我们的客户。那又怎么样呢？那至少我们现在合作的很愉快啊。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能愉快多久。能不能不一言不合扭头就走啊？不是，我要赶紧去找罗琦了。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呗。我不能背黑锅，你走吧，你走吧，你赶紧的。哎，来了啊！怎么招呼都不打就来了？小安呢？我给他买的奶黄包。哦，去同学那儿过生日去了。啊，这么小的孩子就聚众过生日啊？对呀，现在从幼儿园就开始了。那放冰箱了啊？啊，放冻箱啊。喂。啊，对，我是罗小安的妈妈。你们快结束了是吧？那我马上过来接她。谢谢您啊，一会儿见。哎，再见。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小安？他那个马上要结束了，我们去接他。你跟我问进去你刚才说什么小安？罗小安啊？罗小安，你把姓改了？对啊。那你改姓这事儿，季玉知道吗？他不需要知道。他怎么不需要知道啊？他是小安的父亲。季玉跟我说，你不让他见孩子是吗？对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季小安已经不见了，现在只剩下罗小安了。姐，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做，你知道吗？我知道你们是兄弟，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不准备告诉你。所以你就去找我的助理了，是吗？对啊，你助理挺好的，人好心好，也非常能干，这小嘴巴巴巴的，可不比你当年差。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要再找他，我也跟他说了，不让他管你的事儿。行，不找他了。我忘了我弟弟是胳膊肘往外拐的。姐呀，你听我的，你不能这么做，你真的不能这么做。罗大律师，我现在已经这么做了。那也不行。我告诉你，即便是夫妻双方离婚了，父母任何一方也不应该把孩子的姓给改了。那就去告吧，把灯关了。
不管你跟季宇有什么问题，他总是孩子的父亲，他有这个权利。我认为他没有。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你在跟我说法律吗？对，我在跟你说法律。你再这样，他可以告你的。那为什么不告我呀？那是因为他不愿意伤害你。那就让他伤害自己吧。你真的不能这样，你不能再刺激他了，他刚好一点点。所以不能见孩子，这个病得慢慢养。这，哎，你去哪儿？你告诉我，我去送你，咱们路上说好吗？不要，我不想听你唠叨一路。罗琦，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说，就是不希望你后悔，你知不知道？我后悔的事情已经做得很多了，不差这一件。你怎么？你让开点啊，小心我压到你的脚。我让你让开，你听不见呢。哎，师傅，就这儿，停。罗老师，你也是来找您姐姐的。我不管罗琦跟你说了什么，我再说一遍，以后不许你管他的事儿。罗老师，是您姐姐先找的我。就这一个要求，做得到继续做我的助理，做不到走人。如果决定了继续做我的助理，马上去了解一下夫妻离婚之后孩子改姓的法律知识，明天一早给我。靠边点，别压你脚。哎，脸色不好，昨晚没睡好啊？你去忙你的，我去买早点。我跟你一块儿去。你不是已经买了吗？是，我这已经买了，但是你没买呢，陪你去。你这有什么事儿吗？我就因为没事儿，所以才有时间陪你买早点。这些都是我已经做好的，一会儿他来了，麻烦你给他。你这是要离开？